10日，在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会召开前，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进行了双边会谈。这是时隔2年半拜登任内中美防长首次面对面会谈。在会谈中，双方就中美军方关系、台海问题、南海问题、乌克兰问题进行了坦诚、积极、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双方认为，两军应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保持高层战略沟通，增进双方战略互信，管控好矛盾分歧，不把矛盾分歧变成冲突对抗。在会谈结束后不久，美国国防部官方网站也在首页显著位置刊发了相关消息。会谈原本计划为30分钟，最终延长为1个小时。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双方多谈一些，多交流一些，总是好事。其实这从魏凤和在不出会场时对会谈评价顺利也可见一斑。部长，会谈的如何，顺利吗？顺利。《华尔街日报》评论称，在当前台海局势较为紧张的情况下，奥斯汀与魏凤和的会晤将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就在相会召开的前2天，6月8日，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价值约1.2亿美元的军舰零部件项目。会谈当天的6月10日，有媒体报道，美国飞行员参与驾驶 F-16战机从美国飞回台湾花莲基地，也给这次会晤增添了很多关注度。而在美国国防部网站发布的新闻稿中，台湾一词也出现了8次。奥斯汀强调了关于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是美国严重关切的部分，呼吁中国大陆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动摇台海稳定的行动。再次向美方清晰地传递这样的意思，就是希望美方能够在台海问题上不要错判形势，也不要低估我们的决心和意志和能力，不要向台湾当局发出错误的信号，也不要挑动台湾问题。实际上，美方呢，他对于这个问题呢，也是宣示了他一贯的立场，包括他明确地表示的不支持台独。So let me be clear. We remain firmly committed to our long-standing One China policy, and we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we do not seek a new Cold War, an Asian NATO. 实际上，他所谓的这个3不寻求啊，如果放到演讲当中来看，更突出这个感受啊，它是一个口碑心事，也就是他说一套做一套。我们看到近年来，实际上正是美国在我们周边的一些敏感问题上面不断的在挑动，挑起一些对抗，尤其是拜登政府上面。美国对于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一些手段和一些打压的举动，实际上都是一些冷战手法。它实际上已经在这么做。它目前的印太战略啊，它的一个核心就是在地区建立一个反华、排华、恶华的这个联盟伙伴体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的这个3个不寻求实际上是相当虚伪。我们要注意到，现在呢，在相会的平台上，当美国大谈台湾问题的时候，应该说是对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一种恶意的极力的推动，某种程度也是在试水地区国家的反应。就在奥斯汀公开讲话之后，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对中外媒体表示，台湾问题是最容易把中美关系引向冲突对抗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中国对于此次相会，美国在安全议程上的套路看的是非常清楚的。对于美国既惹事又怕事，既想借台湾问题对中国打压，又怕引火上身，中国也是同样看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呢，当中方在台湾问题上做出相关表态的时候，既是延续此前国际社会的共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是有底气的。那另外呢，也是针对近一时期美国的一些新手段、新动向，在进行精准的回击。华盛顿邮报分析称，尽管双方仍是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但从会谈的最新迹象来看，中美竞争的烈度降了几档。纽约时报则称，参加此次论坛的专家们看到了两人会面的价值，会谈在防止近距离军事冲突无意升级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实际上，在中美防长会谈举行之前，美国防部就频繁对外释放信息，希望将重点放在为两国紧张关系设置护栏，并确保不会发展为某种军事误解。6月9日，美国防部官网的一条消息显示，奥斯汀希望保持美中两军对话渠道畅通，以避免未来双方误判。
外交政策杂志近日也报道称，美方希望建立更多的中国热线，不仅仅是要同中方建立军队高层之间的沟通渠道，还希望建立战区指挥官之间的沟通机制，包括防长奥斯汀、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与中方官员之间的沟通管道。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么双方呢，为了避免误解和误判，是希望都能够保持一种常态化的沟通和交流。那么双方实际上是各自宣示了自己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一个立场。其实这种沟通和对话，它有助于避免误解和误判，对于两国关系能够起到比较好的一个积极的稳定的作用。目前，美方针对美中关系设有危机沟通工作组，也有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等机制，但与过去相比，中美军方的接触频率近年持续下降。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数据显示，中美两军接触从2013年高峰时期的40多次下降到2019年的11次，而在2020年8月至2022年4月间，公开报道中，中美两国防长的交流只有2次，且都是线上。而从目前披露的会谈内容中，可以看到双方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共识。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开设更多热线虽有助于强化中美危机管控，但治标不治本。其实，在特朗普任期后期，就将美中开设更多热线列入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但并没有解决中美两国军事互信下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就目前而言，开设热线或许只能起到为美国的各种挑衅行为设置护栏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国挑战中美关系红线的借口。对此，魏凤和在会谈中明确指出，美国必须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壮大，中方反对单纯用竞争这个词定义中美关系，这是提醒美方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才能为中美关系设置牢固的护栏。潜台词是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所以要把中国拉到护栏之内，实际上是以自己的家法帮规，以小圈子的规则来绑架国际规则。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套路，而并不是解决中美之间分歧的一种有意义的积极的方式。所以呢，从中方的反应来看，中方一直没有落入美方的圈套。而另外我们会看到，当美国提出护栏的时候，美国希望在对中国进行打压的过程当中，又防止局势失控的这样的一种设置。所以呢，当美国每一次重提护栏的时候，往往是伴随着美国在战略手段，尤其是在军事等层面对华发力的这样的一种动作。事实上，美方一方面希望与中方建立更多的热线，但是另一方面需要警惕的是，美国并没有放松其围堵中国的计划。奥斯汀在其题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下一步计划》的讲话中，就继续鼓吹中国威胁论，意图拉拢地区国家共同围堵中国。Today, the Indo-Pacific is at the heart of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nd so the Indo-Pacific is our center of strategic gravity. 分析认为，随着美国的军事和政治资源大部分投入到俄乌冲突中，美国一些人士认为，奥斯汀要让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相信，他们可以依赖华盛顿，华盛顿仍旧将战略重心放在印太地区，制衡中国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在讲话中，奥斯汀还说，美国增强军事能力和技术实力，可以成为印太地区的稳定力量。他透露，美即将造出反导激光拦截器原型炮，并说美国正在研发隐身战机、无人机平台、高精度远程火力杀伤工具等领域的新装备。在此前拜登的亚洲之行的过程当中，当美国在经济方面发力的时候，观察到的是地区国家是对美国的印太战略仍然有所顾忌。所以现在呢，涉及到更加敏感的军事安全领域，美国也在小心翼翼地观察地区国家的反应。尤其是我们会看到美国国防部长在他的演讲当中提到了美国的地区安全政策需要地区国家支撑，措辞当中更多的是希望形成合力，而并非更明显的逼迫相关国家选边站队。美国强调自身与盟友之间在地区安全方面的合作，试图扩大圈子，这是一个既定的政策。但是又担心发力过猛，步伐过大，会吓跑地区国家。所以这也就是当前我们会看到美国在谈到军事安全问题上的时候，在相会的表态当中，似乎呢是有所克制，保留着一定的模糊空间，它背后的一种重要的考虑。另外，美国代表团今年的成员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往年，美国的代表团成员都包括国防部长、印太司令部司令以及参联会主席或海军作战部长。
但今年取代后两者出席的是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员海军上将费根。奥斯汀在讲话中还特意提到了他，并说明年美国海岸警卫队将向东南亚和大洋洲部署1艘快艇，用于安全合作和培训平台。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海岸警卫队首先在进行相关的动作的时候，似乎某种程度的避开了一些复杂敏感的问题，尤其避免与地区大国在军事上正面相撞的方面，是保证了更多的所谓的美方的安全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是美国认为海岸警卫队这样的一种所谓准军事力量，在进行合作的过程当中，某种程度也可以消除地区国家的疑虑，但是同时又可以发挥一些作用。所以当美方派出相关力量的时候，考虑到的并不是维护地区安全的问题，而是尽可能的把美国的军事战略手段延伸到亚太地区的一种精准的设计，而这种设计本身带有极强的大国竞争意味。